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棋板的尺寸啊，裙长110啊，胸围84的基础上呢，加了36厘米啊，等于120，肩宽38。然后我这个打的是一个落肩啊，落肩呢，落了有12厘米。首先打的是后片啊，打后中心线，上平线，下摆线，圆形领宽7.5。从这儿向后7.5厘米，肩斜打15比上5，从这里15厘米，然后我们垂直向下5厘米啊，连接这两个点，打好肩斜线啊。领子呢，我们给它开宽一个2厘米啊，领身打到3厘米。画顺后领弧线，肩宽我们从后中向后测量2/2肩宽19厘米，这个是我们正常肩低点的位置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向后再测量15厘米啊，垂直向下4.5到5厘米都可以啊。然后我们连接这两个点。这个是什么呢？2是落肩的这个肩低点，向下20厘米，我们找到一个点。通过这个点，我们从后中画一条垂直线，这个就是我们胸围线的位置啊。4/4胸围，我们打到30厘米啊，30。这个我没有放摆啊，直接做个直直的。如果说身形比较丰满的姐妹们，你可以放一下摆，做一个 A 字摆的。我做的是直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画顺这个绣弧线。这个后片呢，它是几片？它是2片的，因为后面的话，这个领子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缝的时候要留出一个6到7厘米，要不然脑袋钻不过去啊，因为不装皮筋。然后底下呢，从下到上找到一个40厘米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后叉，以方便这个腿啊可以活动。所以这个板我们打完了，这个后片呢，我们是2片啊，它是2片的，要分开的。整个后片的板完成了。这条连衣裙所使用的面料叫做珍珠缎香云纱。香云纱给人一种就是特别老气，适合中老年人穿。所以这次在设计这个连衣裙的时候呢，我想做的更时尚一些，让更多稍微年轻一些的人喜欢和爱上这种类型的面料。这次打板技术上有所不同的，就是在这个领子上面，大家可以看这个领子非常的服帖，它是直接在我们正身上进行打这个领子的，非常非常的贴合，所以这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重点，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。我们将打好的后片放到底下，我们再来打这个前片。这个后片的视频在上一个教程里面啊。按照我们的后片，我们打前中心线啊。这个上平线我们要下落1厘米，因为这个没有打胸线啊。下摆线我们要下落1厘米啊，但是呢，侧缝还是保持一样的这个高度。侧缝也是保持不变啊。
好，整个下边的轮廓就完成了。小尖我们给它平行下落一点。好，前后的绣弧线其实是可以画成一样的啊，前面稍微往里弧一个0.5也可以的。从上平线向下9个厘米啊，我们来画这个前领弧线。这前面的板完成了啊，接着我们要画这个领子。这领子怎么画呢？这次我是直接在这个上面画，大家看清楚啊。把这个前领弧线大概平均分为3等份，找到下1/3的这个点，我们给它画一条切线啊，然后量出这个后面的这个弧长是9厘米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点向后也是量取啊，这个同等的长度9厘米。这个和这个是等长的啊。接着呢，我们向后量取后领弧的长度，这个我是10厘米啊，10厘米。然后起翘1厘米啊，起翘1厘米。然后我们重新来画顺这个弧线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画一条垂直线。3厘米是我们立领的高度3厘米，然后平行这一个弧线，我们再画一个领口线啊。好，3厘米啊。那么这个小立领，我们就给它完成了。手工艺者，分享不易，请大家多多点赞、关注、支持。感恩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明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去讲这个裙子重点部位腰封的打扮以及整套的工艺制作。拜拜，明儿见。一件衣服要显得特别高级，除了就是在面料的选择上很关键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工艺上也是特别的重要。我记得我的老师有40年服装经验的王波老师讲过一句话：衣服要显得高级，一定要在正身尽量少的去看到缝迹线。所以这个领子大家看不到外面有缝迹线，里面全部是用手工缝的。袖口呢是用的包边，里面也是用的包边跟来去缝，全部都没有去用到手边。所以呢，大家跟着我一点一滴慢慢的学习这条连衣裙的工艺制作，关键点还有我们这个腰封的打扮以及制作。前面要宽一点，后面要窄一点啊。首先我们画2条这个宽度为4厘米的这个直线啊。这是1半的长度，整个是2米啊。从这个我们向后量取一个35厘米啊。这个后面的65厘米，前面35，后面65啊。后面65就是整个就是4厘米宽度的这样2条直线啊。前面呢，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腰封的弧度。这个我们从这里上去一个4厘米，上面弧一点，下面平一些，下面是一个2厘米啊，然后我们给它画2条弧线。好，就整个前面的腰封宽一些，后面窄，系成了绑带了啊。好，这个腰封我们就完成了，整个板呢我们就打完了啊。这个是裁剪好的2个厚片，然后在底下呢做上标记，只缝到这个地方，底下不缝，这个地方是开叉的。然后这个上面等一下缝合的时候也留一段6到7厘米不要缝合，后面也是给它开个叉，脑袋可以钻过去。因为这个不锁边，所以我是用的包边。
这两边给它先包起来。缝合这个尖缝啊，我们用来去缝进行缝合。这个袖口呢，同样是用的包边啊。侧缝呢，全部都是用的来去缝。看这样里面，这样做出来比较精致，然后我们也不用数边。底板呢，3折边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腰封给它这个反面烫上衬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这样缝合，留一个反口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。这个领子制作的要点就是我们把这个正面和这个衣身缝合，这个反面呢全部用手针长针法去将它缝合啊。在这个内里我们要压一个0.1的线，以免它翻过来。领子都是要烫衬的啊，领子这个地方两面全部都要烫衬。手工艺者分享力，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。明天小柔又要给大家出新款了，一款豹纹的针织上衣，非常的漂亮。感恩大家，明儿再见，拜拜。